你家里是否有过这样的场景？妈妈对着关上的房门喊：你到底在里面做什么？开门，让我看看。青少年孩子大喊：我只是在听音乐，为什么你总要进来？又或者，你是那个把房门锁上的，戴着耳机，努力想要建立自己世界的孩子呢？这些场景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关键词：界限。界限不是一堵墙，而是为双方建立健康互动的框架。它不是压制自由，而是让彼此有空间成长的保障。什么是界限呢？简单来说，界限就是每个人心里的土地所有权。这块地告诉别人，这是我的范围，你可以靠近，但请尊重。对青少年的亲子关系来说，界限就像家里的一扇门，它不是用来永远关闭的，而是让人学会何时敲门，何时可以进。瑞明是一个16岁的高中生，热爱打电玩。他的妈妈林阿姨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，对瑞明的生活习惯特别关心，或者说特别爱管。有一天，林阿姨决定帮瑞明整理房间，结果发现一堆奇怪的收藏，破旧的游戏手柄，一大堆零食包装纸，还有一些明显该洗却被塞进床底的袜子。林阿姨立刻气炸：瑞明，你到底是住在垃圾场还是房间啊？这样下去还得了？瑞明正全神贯注打电动，被妈妈的怒吼吓了一跳，耳机都掉了。他一边手忙脚乱地暂停游戏，一边说：妈，你怎么可以随便进我房间？这是我的空间啊！林阿姨觉得很委屈，我是你妈，为什么不能进来？而且我是在帮你整理房间。瑞明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这不是帮我，这是侵犯隐私。如果你觉得乱，你可以提醒我，但请不要直接闯进来。这场小小的战争后，林阿姨开始反思，自己的出发点明明是好意，为什么儿子却这么生气？瑞明也闷闷不乐，觉得妈妈根本不尊重他作为一个快成年的人的需求。这场冲突的核心其实是对界限的不同认知。从妈妈的视角来看，林阿姨认为她是妈妈，儿子的一切都应该由她来负责。她关心瑞明的生活，也希望看到他能够更整洁，更有条理。从儿子的视角来看，瑞明觉得自己已经16岁了，应该有独立的空间。妈妈随便进来，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小孩，没有自己的隐私权。界限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协调双方需求的平衡点。在亲子关系中，界限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：一、尊重彼此的空间。像林阿姨这样随意闯入孩子房间的行为，虽然是出于爱，但容易被孩子解读为控制。相反，如果她能先敲门，并告诉孩子她希望帮忙整理房间，效果可能会好很多。二、清楚的沟通。瑞明如果觉得妈妈的行为不合适，可以用更平和的语气表达自己的需求，比如说：妈，我知道你希望我房间整齐，但这是我的空间，下次可以提前告诉我吗？设定可商量的规范。瑞明可以和林阿姨约定，
每周一次，固定时间整理房间，这样既能保持整洁，又能避免冲突。后来，林阿姨还是忍不住想看看瑞明房间的状况，但她学会了先敲门，并在进门时开玩笑：“我现在是客人，这样可以吗？”瑞明被逗笑了，回应说：“你是 VIP， 但还是要预约。”一次，林阿姨敲门进来后，发现瑞明真的把房间整理干净了，甚至还准备了一杯茶递给他。“谢谢你尊重我的界限，这是回报。”母子俩笑成一团，从此更懂得互相尊重。实作练习：一、家庭界限对话。父母和孩子坐下来讨论以下问题：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？哪些需要改进？房间、手机、时间等方面应该如何划定界限呢？如果对方不小心踩界，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？二、界限清单。列出双方都认可的界限清单，例如进房间要敲门，尊重对方的手机和私人时间。每周一起检查一次房间整洁，家长只提供建议，不强迫介入。三、界限与自由测试。每周进行一次简单测试，回顾过去的互动，看看彼此是否遵守了界限约定，并讨论改进方式。结语：界限就像一条看不见的桥梁，既让人感到自由，又能促进亲密。如果父母愿意尊重孩子的界限，孩子也会更愿意敞开心扉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用尊重的方式重新定义界限，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加和谐。